大家好，美伊战争的底部基本已经出现。昨天我已经开始增加定投的金额，持续买入。在2月28日战争一开始的那一天，我就说下跌就是发财的机会，千万不要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才买入。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买入的信号。今天我就把我自己的思考和投入的板块、股票、ETF 都告诉大家。请注意，本影片里面所有的股票、ETF 代码、投资策略都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我有18年私人银行财富经理、投资银行经验，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以前每天给私人银行和各大机构写的投资研报。这个习惯我想更进一步把它变成影片，让更多没有投资经验的朋友知道，这个投资是一个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不会投资那一辈子都无法跨越阶级。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认为投资层面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底部已经开始出现了。首先，我在上一集已经讲过，全球股市下跌的逻辑链条就是汽油上涨、利率提高、芯片工厂可能停产，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石油暴涨，而石油暴涨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船不敢过，保险公司不敢保险。但是从今天开始，很多油轮已经开着定位器，正大光明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从实时的航行图中都可以看到。所以今天早晨亚洲开盘，布伦特原油就大跌 5%， 从最高的111美元现在已经跌到了98。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布伦特原油期货的空头头寸创了历史新纪录，1930亿美元。这个空头它不是投机客在瞎注，它是石油的生产商、炼油厂贸易商还有工业的用户，他们在忙着出货，他们现在已经不藏着不掖着了，就用自己手里的石油现货来砸盘。他们现在就是锁定了石油在100以上的这个利润，所以这个趋势一旦出现，未来砸起来会更狠。石油跌了，物价就会下跌，降息的预期又会出现。之后大家可能会突然会发现这之前的坏消息怎么都没有了，怎么好消息都来了。第二个就是伊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牌了，川普已经宣布现在和伊朗正在谈判，而且伊朗的态度是什么都可以谈，没问题。而且川普在今天的讲话中也提到一个事情，就是伊朗有人要送他一份大礼，他没告诉大家这个大礼是什么，只是说它和石油和天然气有关，而且是 tremendous money 非常大的礼物，巨量的 money。 我推测这个很可能是未来伊朗想把石油天然气的收入的 20% 左右给美国，这个就跟委内瑞拉的模式一样大家一起分润，这样美国可能又会赢麻了。很多人听到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肯定会跳出来说你讲的都是假消息。我跟你讲，我讲的都是我研究很久的消息我和你的消息来源不一样。投资就是拼着自己对这个世界信息的理解。如果你连假消息真消息都分不清的话，那你的投资永远都是失败的永远是韭菜。现在的伊朗内部已经开始分裂了，它主要有3大势力，一个就是伊朗的议会，第二个就是圣城军，第三个就是革命卫队。革命卫队有着大量的武器导弹，他们想要封锁海峡，勒索赎金。但是伊朗议会和伊朗的圣城军他想和川普谈，未来伊朗内部的这3个势力可能会进入混战。但是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不管美国跟伊朗的最终协议是什么样的，等到协议达成的那一天你再买入黄花菜都凉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把我的股份拿出一部分卖给你，你先接我的盘，让我先对分一部分盈利。见底的第3个原因就是伊朗现在不敢大规模轰炸海湾的其他国家，因为沙特和阿联酋马上就准备和伊朗开始全面开战了。今天阿联酋已经发射导弹攻击伊朗了，这个不知道是阿联酋发射的还是美军的，但是的确是有导弹从阿联酋发射出去。如果沙特正式参战，那全世界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包括伊朗背后的巴基斯坦，也会同时进攻伊朗。巴基斯坦是有核武器的，它是沙特的盟友，所以这个事情就大了。从这里面推测，伊朗现在必须坐下来和川普谈判。从以上3点，我认为现在这个战争已经基本上到位了。如果谈判破裂了，这个股市可能会再次的短暂下跌，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战争会加速结束，因为阿拉伯、欧洲、美国他们全部会参战，一次性灭掉伊朗的神棍政权。所以思考到这里昨天晚上我就加大了定期投入的力度和频率，大力下注美国股市。接下来我会重点讲一下关于我目前的投资思考，包括黄金、科技股、电力基础板块等等的。投资新手想买美股的朋友，我建议赶紧开通一下木木，我自己就用了4年多。木木受美国 SEC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新加坡监管局 MAS 监管的持牌金融机构，美股交易零佣金。鉴于当前全球市场动荡，手头一定要保持一定数量的现金，
这样才能随时把握市场机会。我最喜欢的是木木自带的现金管理功能 Cash Plus， 它可以自动将你的账户的现金买入货币基金，投入短期美债和其他现金工具，年化收益 4% 左右，而且是每日返还利息。如果你的资金在 Cash Plus 里想买美股怎么办？没关系，不用赎回，木木会直接把资金从你的 Cash Plus 中扣除，买入美股或 ETF 无缝衔接。还有一个观众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价位可以抄底？比如台积电现在340多美元，能抄底吗？你打开木木，选择台积电，点击公司，就可以看到木木为我们提供的价值几百美元的晨星研报，4星评级，公允价值428美元。这么大的差价，这就是机会。这些功能只要注册就会免费送出。我还给大家争取了超级福利，美国新用户入金可以享受木木2个月年化 8.1% 的 Cash Plus， 还有入金2000美元就可以获得100美元的英伟达赠股，入金10万美元可以获得1000美元英伟达赠股。新加坡用户入金1万新币可以获得300新币的奖励，最高可以获得1100新币的福利。其他地区的观众都有大礼包，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注册木木就可以享受当地新客福利。感谢大家支持，接下来我就讲一下最近的投资策略。先说石油和能源，美国原油 ETF、 西方石油能源指数 XLE， 这一波已经吃到了，就可以赶紧获利。现在坏消息大家都已经有免疫力了，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啊？而且好消息会越来越多，而每一个好消息都会造成石油的暴跌。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这个世界不会缺石油，不会缺天然气，它们的价格暴涨只是暂时的。第二个是黄金的 GLD ETF 和金矿 JDX， 这次战争已经将黄金今年所有的涨幅都磨平了。现在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联酋、沙特这些富国，他们经济遭到重创，他们的央行需要卖出黄金筹集现金来稳定金融市场，来购买军火，所以连续2天都出现了黄金 5% 以上的大跌。我在以前的影片都告诉大家了，我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全部清仓了黄金矿股 JDX， 而我现在也告诉大家，我昨天已经开始布局了，开始少量买入 JDX 低配黄金。为什么？因为战争结束，这些阿拉伯国家就要重新建设基础设施，他们要重新建设国防工业，而美国也要补充导弹，而全球也会加大石油天然气的产量，甚至他们会重新启动核电，减少天然气石油的依赖。这些都需要钱吗？答案是要的。接下来这些国家是肯定是要印钱的，降低利率，恢复经济，这个就是利好黄金。所以黄金现在是要低配，慢慢买入，说不定将来还会跌的，但是我是慢慢买入嘛。铜矿 COPX、 南方铜业 SCCO， 甚至是白银 SLV， 逻辑跟黄金差不多，但是它还比黄金多了一个因素，就是工业属性，它和工业指数 ETF XLI 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石油天然气价格提高，工厂就会停产，利润下降，所以现在的工业指数银、铜都大幅下跌。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完全开放，再加上美国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AI 数据中心建设、AI 大发展，工业就会继续发展，对铜还有银这种的工业金属也会需求量增加。所以黄金铜银这些东西都可以低配慢慢买入，这些都是大宗商品类别这个类别应该占一个人的投资组合的 10% 到 15% 的仓位。接下来就是投资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趋势，就是科技股，占总组合的应该是 40% 左右。最近大盘尤其是 SPY、VOO 这种的大盘指数其实没有跌太多，大约只有 6%、7% 左右。但是科技股亚马逊、谷歌、Meta、英伟达等等都跌了 17%甚至 20% 多。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现在觉得现在投资了几千亿到 AI 中，未来能不能赚到钱，这个 AI 是不是有泡沫，大家都怕。所以我们要记住一点，这个市场害怕不确定性，一旦不确定就会抛售。 AI 存储板块美光就是这样，它最新的财报是史诗级的业绩喷发，毛利率达到了 75%， 每股收益从 9.31 美元大幅增长到 12.2 美元。但是市场还是抛售，还是下跌，因为大家还是认为这个存储行业是在一个强周期的泥潭里面。它的逻辑就是市场缺货，价格暴涨，然后这些巨头疯狂扩产，产了以后呢，就产能突然过剩了，然后整个芯片价格就雪崩了。这次美光说要增加250亿美元投资厂房，要扩产，市场一听马上就害怕了，所以财报之后美光就下跌。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就是马斯克在他的 Terafab 里面就说了，现在全世界的芯片产能只能满足特斯拉、xAI、SpaceX 2%的需求，即使美光、SNDK、三星也都没法满足它的需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以前这些芯片厂扩产，我们能用的电子产品是什么啊？什么电脑、手机、数据中心，还有游戏机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未来将会出现大量的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机、AI 的挖掘机、AI 轮船等等的，只要是机器，可能全部都会加上 AI， 加上这些自动芯片。而这些机器必须使用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这个存储芯片啊，它就是 AI 的灵魂。没有存储，这个机器人 AI 它就无法进行大量的推理，它就无法判断周围的这个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无法进行自行决策。现在我们的电子产品啊，都是什么16G 的内存，大家觉得很大，但是这根本不够。未来任何一台特斯拉的自动汽车，一个机器人，它都必须配备至少256G 的内存，再加上大量的 GPU， 这样才能进入自动推理的门槛。我研究了大量的未来学，专门在我的历史文化频道做了一期影片，详细解释了跟着未来学投资，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每一步的方向都不会错。从里面我就研究了这个 AI 的产业链，这个内存一定是大大需要的。喜欢研究历史文化宗教，研究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尼克拉斯杨频道，里面开了会员，可以支持我一下。从这次战争引发的科技股下跌，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就是市场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是看好芯片制造业的，比如台积电、TSM、阿斯麦、ASML、泰瑞达、TER、范林、IRCX、应用材料、AMAT 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没有怎么跌。只要有一个好消息，马上就可以反弹到高位。新手不要看个股，因为你没有时间看新闻，而且一个个股大跌，你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你应该买 ETF，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 SMH， 还有 QQQ、VOO、SPY 这种大盘集合股。跌了，你只要定期投入，每个月买入就可以了。我昨天也是买了一点 SMH。有些朋友留言说想要一些刺激的股票，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AI 中最火的板块就是光、散热等等这些小板块，波动性非常大，一晚上就是10%到15%的。这些股票我只有一点点的康宁玻璃 JLW， 昨天晚上一晚上回血8%。你想刺激的话，可以看一下散热板块 VRT、光模块 COHR、AAOI、LITE 等等的，这些我都没买啊，我买了睡不着觉。这都是一些10几亿的小市值股票，赌性非常大，涨得快，跌得也快，都是散户炒的。但这个也是一个风格，有的人就是专门炒这些东西的，他的收益非常高。玩这些股票的朋友一定要有非常强的自制力啊，要会止盈，要会止损，这是专业玩家玩的。我讲这些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个市场的全面情况，告诉大家资金现在还是不看好这个软件股，而是看好这种高投入、有厂房、AI 无法替代的，能为 AI 创造身体的工厂。所以市场因为战争大跌，但是他们没有大跌，这就说明这个还是未来的方向。最后一类，我认为一定要配一些防御性的股票，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我提到过以前的制造电网的 JEV， 大盘在跌，它没有跌。还有专门做电网施工的 PWR 也是没跌。这两个公司的订单都排到了2030年以后了，而 AI 也是无法替代它们。挖掘机、工程机械 CAT 卡特彼勒跌了，但是现在也是企稳了，这个是跟工业板块一起的。以前讲过的军工 ETF 也应该拿着，因为现在美国的政策就是 Peace through strength， 通过力量达成和平。未来战争还有很多，大家都做好准备。作为刚学习投资的朋友，最重要的第一步啊，其实不是学会分析什么股票、分析市场，而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理。这次很多人会亏本，赚不到钱，就是因为恐惧和贪婪，提前把股票都卖了。我给大家看一个图，我们现在就处于极度恐惧之中，就是这里。现在大盘还没有经历过08年的大崩盘，但是现在新闻里基本上全是坏消息啊，好像明天都是世界末日了一样。现在我们马上会进入下一步，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这个股市会慢慢的上涨。等到最后协议真的达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所有媒体都在报道这些新闻的时候，股市就会立刻大涨。
之后你就会在电梯里、办公室里、捷运地铁里听到很多人都在讨论股票。在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卖出的时候，然后把钱存到木木的 Cash Plus 里面等机会。当大量散户入场的时候就已经是尾声了。而现在我也会告诉大家，等到新闻真正开始报道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协议达成的时候，我就会逐步卖出 20%到30%的仓位，等待下一次机会。人这一生的一辈子都会遇到2到3次的这种大周期，只要你抓住一次，然后不要离婚不要染上不良嗜好，那你这辈子基本上就是稳稳的不操心抓住2次机会，你的40岁就不会有任何中年危机。如果你一辈子能抓住3次机会的话，那现在每天你基本上就是睡到自然醒了，自然醒就是一种幸福这种周期其实除了股票还有很多创业的机会都算在里面。现在我们就是在 AI 的大周期开始， AI 创业的开始。我希望用这个频道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看懂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学会投资是多么重要。如果你喜欢我的发财系列，请订阅点赞，把订阅的人数冲到20万，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赞助商，我也可以有动力给大家免费讲解投资的知识。这是个你赢我赢，赞助商也赢，和川普一样大家都赢麻了的局面。也感谢木木的大力支持，还没有开木木账号的朋友，记得使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开户入金，获得最高$1000英伟达奖励。羊毛使劲薅，我们下期再见。